大家好，大家好，歡迎來到北歐老吳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號，也就是休假回來之後的第一次直播。我們今天嘗試一下，看看，因為之前直播的時候可能軟件沒有用好，或者說是其他原因吧，會造成這個直播不是那麼的流暢。現在我們來今天試一下，然後下周可能會更好的進行直播。那么現在等待一下，看看有沒有人收到了我今天嘗試直播的這個消息。你好，Sherry，你歡迎回到這個直播，因為直播停了有一段時間，因為很多人都沒有收到這個今天我要開始直播這個消息。聲音圖像沒有問題，哎，感謝大家的參與。哎，Clarence 也來了，聲音圖像沒有問題是吧？感謝那個確認。大家可以提問了。我先分析一下这个標普大盤，然後再分析一下這個大家提問。最近呢，最近2天這個股票市場還是挺有意思，但是其實股票不是最忙的，最近是債券最忙，債券啊、比特幣啊、黃金是最忙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這個美國財政部部長這個貝森特放了一個重磅炸彈，大家應該天天泡在市場裡面都已經了解到了，對吧？是這個國債進行那個回購，具體的我們就不說了，畢竟我了解也不多。然後現在反正國債市場那幫交易員可能是最忙碌的，因為他下周啊，貝森特下周可能還要開一個會來這個具體的說一下他之後的一些操作。但是現在不論是跟比特幣啊，跟這個黃金，你都會發現風險喜好上升，也就是說，這個可能是不是要美聯儲也好，或者財政部要放水了，造成現在這個比特幣大漲，然後這個黃金也漲。那麼股票這邊反而相對這個平靜一些，畢竟國債是老大哥，國債的這個體量是最大的。那麼股票這邊我們看一下這個現在的結構，我們簡單說一下。在日線上這個結構我們之前說過，從6316進入段，然後開始做中樞。這次回檔啊，還是潛在的是這個中樞的3買。如果回不來的話，就是3買還可以再打高點，對吧？如果說回來的話，那就是在做中樞震盪。現在還不知道，因為現在日線上這個底分型還沒有出來，但是有這個跡象，這個3買有可能會出現。那麼如果說出現3買的話，那就會再次突破這個7816，或者說在這裡做一個小中樞也可以，那就是2個中樞趨勢上也可以。現在不知道，現在關注重點就是這個回落這一筆，看一下它的內部。內部的話只有一筆，1小時上的話只有一筆。但是呢，你如果說簡單的用15分鐘看一下的話，它是已經有2個中樞了。從這個7816，15分鐘的 A 中樞，15分鐘的 B 中樞，然後針對這個15分鐘的 B 中樞還出了一個3賣，看到沒有？針對這個15分鐘的 B 中樞還有一個小3賣，所以這個結構是相對飽滿的，就是從7816跌到這個7639，這個結構已經挺飽滿了。那麼現在就看我這個右側能不能夠從7639在日線上生長出來一筆。如果說日線上要生長出來一筆，那麼首先1小時上現在反彈還不夠，只有4根兒，也就是說它要慢慢的從5分鐘上生長。
5分鐘上现在已經有結構了。我們看一下這個低點，這是7673。7673.37，7673.35，這個回來還不夠，也就是5分鐘上現在是一個123，5分鐘上123，這個3呢稍微偏弱一點，我們也可以簡單的測一下5分鐘這個123，還沒到等比例，等比例在7699，它有可能衝到200均，對吧？因為那個 MACD 表達還可以，也就是這個3的 MACD 表達還可以，它可以再往上衝一衝，比如說衝到這個7692，也就是200天均線附近。那麼如果說這個123的3衝到這裡結束的話，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在這裡回來做中枢上去，還是說直接12345不碰到，然後再走5。現在不知道，现在就是5分鐘上起碼說表達還是不錯的，就短線上這個表達也是可以的，起碼 MACD 表達是可以的。所以現在就看這個最終怎麼選。就是它是要再衝一下，還是說拉回來？可能這個跟這個美聯儲不是美聯儲啊，貝森特的一些這個行動有關係。還有就是馬上下周要這個英偉達的財報，還有下周是全國央行的這幫人的一個開會。那麼這個其實都是關注的重點，決定了美股標普是不是要再創新高，還是說要被砸回來？畢竟這個。在全球央行會議上，那個美聯儲主席是要講話的，那麼這個是大家關注的重點。好的，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大家提問。先看了一下 Clarence 問了一個 HTZ， 這是赫茲租車的一個公司，應該是。我們這個應該是比較少分析，我們簡單的看一下它的結構，一個大的一個區間震盪。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季度的一個區間震盪，但是現在這個回落的話，現在你關注的重點就是這一段的回落有沒有結束，對吧？月線上的話是一個123，月線上現在出現了一個123段，大周期的話就是這麼個情況，月線上一個123段。然後呢，123段，那你關注的重點就是第3段結不結束。現在好就好在這個 MACD 不往下走了，有可能是大周期上月線上出現一個背馳，也就是說這段有可能結束了，第3段有可能結束。那我要看一下第3段的內部，周線上。那麼周線上的話，我們看這裡反彈不夠，這裡反彈是夠一段，然後再彈一段，所以它在周線上做了一個中樞。周線上反彈出來一個周線的中樞之後，現在開始走周線這個中樞的離開。这個周期這個圖形可能是因為這個有點那什麼 ，anyway 吧。這個是它的周線中樞，然後開始走離開，也就是這個離開段太強了。這個離開段跟進入段比較的話，它是強的，它這個 MACD 面積，當然了，你就要把前面這個。跟這個 MACD 面積要比較，所以說它這個離開太強，如果說拉不回來的話，那就可能在這裡反彈一次，給一個上面這個中樞3脈之後再下。現在就看這個反彈你要不要做，因為它是周線上的一個反彈，就是最強的就是比如說頂到這個200周120周，就有一個120周的均線，或者說直接拉回到這個周線中樞裡也可以。這就是說你在這個位置，畢竟它已經出現了周線的圖形的底分型了，對吧？這裡是可以期待有一筆的，那就看你要不要做。那麼再看一下日線上，也就是這些 K 線構成了周線那個底分型。現在這個 MACD 在這裡表達還是很強的，還是短期還是很強，起碼日線上表達也可以。然後這是一筆上一筆下，給了一個潛在2買，然後今天還出了一個底分型，所以這個位置是可以進的。如果說你要長期要做這個赫茲這個HTZ 這個租車公司的這個股票的話，現在短期這個2買是可以做的。這裡2買的話，你看它是一個能不能夠不背馳的出現一個3，還是說突破了前面的小高點之後出現背馳，還是說在這裡做中樞，做完中樞之後再上，所以這個位置可以買一點的。如果說你的這個成本被套了，還是說是成本比較高，可以在这裡補一點，這是你後期。但是整體來講的話，就是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月線上看看能不能夠給彈一下，
如果说月線強一點的話，可以能到120月和200月。我們看一下大體的空間有多少，487%，空間還是很大的。但是這種票，我不知道它的現在熱點在哪裡，對吧？財報也已經出完了，有可能是比如說是把大量的自動駕駛的汽車，特斯拉的自動駕駛的放到它的租車裡面，還是怎麼樣？還是說要被收購啊，對吧？這都是你需要關注的。如果說你要長期拿它的話，但是短線的話，這裡是可以起來一下的。如果說起來到120天的話，也83%，所以這個波動是比較大，盤子比較小，就看你自己有沒有能力去這個控制它。畢竟你的倉位如果說太小的話也沒有意義，那如果說倉位一旦大的話，它的基本面如果說還沒有完全向好的話，還是比較難操作的。所以我們的建議是，先從基本面和比價關係來選標的，這個基本面起碼不能太差。你這樣的話，你即使技術操作差一點的話，也沒有太大問題。畢竟它的基本面好的話，它會慢慢往上漲。打個比方，我們要的是這種慢慢往上爬的，比如說你買在了這個位置，你買在了這些位置，你都相当于相对的高點，对吧？比如说我們看的如果說這個圖形是周線的話，假設這個圖形是周線，你每次都買在了這個高點的位置，對吧？你相當於操作失敗了。每次它如果有20%的回撤的話，你是不是操作失敗？但是它的基本面如果說好的話，你每次，跑掉了。你每次都買在了相对的高點，你追在了相对的高點，但是它的基本面好的話，它會慢慢的往上爬升，這是我們要的這種結構。也就是說，即使你的操作失敗了，每次都套了20%，但是它長期是向上的。所以我的建議是從基本面比價關係先去選好你的標的，而不是單單看技術。技術是在你基本面和比價關係選好了要中長線長期操作的前提下，才開始去做這個技術圖形的分析。這個的好處就是你即使技術不太熟練，不太好的話，操作有失誤的話，那麼中長線你還是賺錢的。這就是纏論，千萬不要把纏論只是當成一個基本面這個技術分析的一個工具，那你就錯失了這個纏論這麼好的一個工具。它最終要告訴我們的，技術面只是這個一方面，它要從3個維度來選擇，你才能夠做好這個你的中長線的一個交易。好的，這是針對這個赫茲這個我們簡單的說一下，延伸的說了一點。看一下大家share裡朋友問了這個比特幣，那麼比特幣是最近是最火了，對吧？這兩天，尤其是從周三開始。本周三開始大漲了7%多，直接燃爆了。那麼其實如果說你看了我上周做的這個會員專享的復盤的話，我們剛好分析到了比特幣，這還是我上周畫的那個虛框，對吧？我當時的建議就是每次買回落，因為你不知道哪次起來。而且當時我們分析的時候還在這個位置 MACD 這個位置，我當時就是說是在這兒憋大招呢，對吧？如果說能夠看到上周復盤的那個朋友，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我們上周是怎麼分析它的。因為我也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貝森特要有這些這個操作，對國債的一個操作，對吧？我不知道，但是圖形上告訴我們，它在這個位置，它在憋大招，離這個零軸特別近，對不對？為什麼每次起來這麼猛的原因，就是它從零軸啟動的，尤其是在日線的零軸啟動的都是非常強烈的，這種是明眼就告訴你，就是這就類似打明牌了，就是多頭強勢表達的時候，它就直接就是這種大陽線，全是大陽線往上走，它不給你空頭回補的機會，你只能追高回補。如果說你去做空它的話，对吧？所以這就是它在特別強勢狀態下一個強勢表達，這個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那麼現在的重點就是這個從57717這個生長的話，這是技術段，然後這裡做了一個中樞，現在開始走離開，這個離開段也不背馳，已經到了1.618了，非常強，已經1.618了。什麼時候它開始在這裡做第2個中樞，有可能要結束，或者說給你一個300再上去，對吧？它也可以是這個離開呀，它可以是一走浪形的模式，這都不知道。但是呢，可以期待一個位置，先看一下大周期的月線上，
也就是說，現在这个月线上它的结構是这樣子的。我們把這個月線上，它現在月線上其實有2個中樞了，這裡有一個大中樞，月線的中樞，這裡有第2個月線中樞。這次回撤，從最高點的回撤剛好拉回到這個月線中樞裡面來了。我們可以看一下，把這個月線第2個中樞，我們把它中軌加上，剛好是踩到了月線第2個中樞的中軌，看到沒有？這次的回拉剛好踩到了第2個大中樞的中軌的位置，這是非常走的非常技術。你現在回撤，類似一個復盤來分析，當然很簡單了。踩到中軌了，我一買；踩到上軌了，我一減。但是，你在當下的時候能不能夠在這個位置買進去？所以現在這個它完全可以再次突破這個126，或者說是什麼呢？或者說反彈到這些0.618、0.5、0.382的這些黃金分割的位置。比如說最強的當然是就反彈到10萬，再次反彈到10萬，然後給你一次回落，針對這個月線大中樞給一個3買，可以再上去，對吧？還有什麼呢？還有在這裡可以做中樞啊。再做中樞，那麼它這可能就是出現一個大的擴張中樞之後再往上走。所以現在第一的位置期待就是到83914，也就84000，看它能不能夠先衝到84000，然後再往上92000，然後10萬，甚至最強的當然就上去。然後它這個 MACD 表達也可以，現在正好是一個回拉，正好是在0軸上面一個回拉，然後往上走。如果說能這麼走的話，在0軸上面做一個這個收縮整理快門線，如果說出現一個收縮整理，然後翹頭往上走，那可能再次突破這個最高點。所以現在這個 MACD 現在現在這個比特幣啊後面的發展需要跟蹤了，需要跟蹤。然後這個月線上也是出現了月的大的底分型了，所以整體都是非常強勢的一個表達。那麼日線上你要跟的就是現在這個雖然說不背馳吧，但是你要追的話就很難受。你一追它可以來一個很快的一個回落。如果說看一下4小時，也就是說日線的次級別，它走了一個123，它這個第2呢是一個就是一個特殊處理吧，因為它是夠5根 K 線，但是呢包含處理之後是不夠的，但是它又是一個明顯的回踩，它是一個明顯的回踩之後的上漲，所以我把這裡也畫成一個第2筆的一個回落。那麼就是一個浪形裡面就是一個123，這個3明顯不背馳，對吧？所以現在4小時特別強，就是最後這一筆特別強。我們再看一下1小時的結構，那麼1小時我也已經畫出來了，1、2、3、4，現在是1小時上走了一個4浪回撤，你也可以從這個3的起漲點測一下。現在連最淺的回來都回不來，說明什麼？說明買的人多呀。因為大家都看到了比特幣的這個最近的強勢表達，所以但是現在這個1小時上這裡只是有底分型，還沒有出現第5筆或第5浪，還是說1小時在這裡先做一個中樞再往上走。但整體來講，大圖形上都是這個強勢表達的時候，小周期你可以買，但是你具體的你能不能夠買在相對的好的位置，那就看你的跟蹤能力了。但是也不知道它這裡是不是要再往下沉一沉，對吧？再往下沉一沉到這些位置之後，再轉頭再掉頭，因為2浪和4浪不好做，因為它比較慢，它比較肉。3的話是強的，1和3都是相對好做的，但是回調浪的時候，回撤浪的時候你不知道，對吧？因為你需要慢慢去跟那個內部去跟蹤，慢慢去跟，所以現在這個4不知道結不結束。但整體來講，現在日線上是表達的非常強，然後4小時也是強，1小時也是強，所以可以慢慢跟。然後你說你買的是 ETF， 成本大概在69000是吧？那非常好啊，69000的話是在這個位置，那麼你已經盈利了13%了。你的這個壓力，現在不是在這個我建議是等待這個5出來之後，1小時等待一個1、2、3、4、5，不論是這個5打高點與否，你都先減一點，1、2、3、4。如果說不打高點，你就這個位置賣一點，因為它就可以在這裡做中樞，就利用1小時現在做差價，利用1小時拿出一點成本來，拿出一點倉位來做這個差價，把你的成本降下來，因為畢竟你的成本還是在69000附近，對吧？是在這個120天和200天交叉這個位置，在這個位置還不是很低。如果說能在57000以下的話，可能更好一點。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现在1小时这个，但是1小时出了5之后再做，就是这个5笔它可以这个4再往下沉一沉，你就不管它。如果说你想补一点，再补一点也可以，再補一點就額外再拿出一點錢做一個那個差價操作也可以，就是現有的倉位不動了，再拿出一點這個資金做另外的這個操作也可以，就看你怎麼選，就看你現在的這個倉位大不大。如果說倉位不大的話，可以再買一點，然後做這個5，然後再看你的這個問的 ARM。那麼最近這個芯片呢 ，AI 相關的，還是比較低迷吧。我們看一下，你的成本在250，也就是說現在剛好在你的成本下面一點。它這個結構我們把它畫一下，它剛好出現了新的結構。那麼週線上，它這裡是完成了一次回落了。週線上這裡個回落是一筆是出現了，但是呢，週線這個9段升級的中樞，現在是打到了 0.118， 然後出現了最後的底分型。我們期待的是週線上起碼再給一筆，甚至再出現新高。如果說出現新高，當然是最強的。如果說不能夠出現新高的話，那就是在這裡做第二個中樞。但是這個因為下面這個9段升級的中樞它是強，它是這個級別大的。如果說它這裡2次回落還是3買，針對下面這個中樞，上面這個小中樞還是3買，它可以再繼續上，然後甚至在上面再做第二個中樞。也就是說，針對下面9段升級這個中樞，它可以走一個離開，也就是說它可以用2個升級2個小中樞來完成這個離開。所以每次回落的時候要買。那麼現在這個週線上已經出現週的底分型了，我們再看一下日線上，它現在出現了一個123段，123，然後也踩到了120天上，然後 MACD 也沒有往下去，對吧？這都是好的，但是呢不保準它可以再次跌破這個219。它如果說再次跌破219的話，其實可以再買一點，補一點，它甚至可以跌到200天這裡，也就是直接砸到200天，也就是在200附近吧。那這樣的話就會出現一個123段。那麼123一比較，3是背馳的呀，短的 MACD 它想再次砸到前面這個位置就比較難，也就是說它想把 MACD 壓到這個下面之下，難度是大的，也就是意味着這一段就很容易背馳。這個背馳的話，那就可以有可能要結束這個週線上的這一段回落，對吧？這是這個跌破這個219.39。如果說不跌破的話，那就是說在這裡可以做中樞。然後往上走，可以這樣，或者說我在這裡做中樞，往下走也可以。也就是現在這段這些的結構不飽滿，不知道它怎麼選。那麼我們在這個雖然說現在踩到120天了吧，可以看一下它的那個內部，就是這個段夠筆是夠筆了，但是呢這個結沒結束還不知道。看一下它的內部，這是1小時上，我們看這裡有過一次反彈。然後這裡有過，它這個結構走的比較亂，你知道吧？走的比較碎，這就是基本面沒有很清晰表達的時候，這個多空爭奪就比較厲害。你隨便一上去，然後空頭就開始去做空它，所以它的結構現在是碎的表達。那麼這裡有個大的這個結構，我們看一下，我們把它畫一下。這裡是一個，現在看的是30分鐘，我們看一下1小時上。1小時的話，這裡可以是。這裡可以有一個1小時的中樞，也就是說這裡有一個1小時的中樞，大概齊的我們給它標一下。就這裡有一個1小時中樞，然後這裡現在是在做第二個中樞，沒有這個 MACD，你看它這個就弱，這張口張得很大，快慢線的張口一定要大，張起來才能往上衝。現在就是張口張得小，也就是說這個有可能再打低點。這裡做一個，這裡做第二個，然後再結束整個的下跌。所以說這個日線上，就是日線上現在不是回落夠一筆了嗎？現在還不能說它結束，也就是說1小時上它沒有強勢的出現，強勢表達的出現。所以如果說再次跌破219.39，那你就要盯着了，因為跌破它之後隨時可以起來，甚至是一個快速往上拉。所以我的建議你的成本在250，可以先不動，這個位置先不動它。它起來也不管它，起來那你就那個很快能解套，因為你的成本在250。如果說跌破219.39的話，反而可以補一點，然後看它是給一次反彈，還是說給一個強勢反彈，那麼可以做後面的這段，後面的這個反彈。
所以現在的話可以拿着不動，畢竟你的成本在它這個現在的價格附近。所以這個 ARM 的話，圖形上的話，畢竟它跟這個 AI 啊那些相關的都是差不多圖形。你去看什麼英特爾的話，也是這種結構。你看，英特爾也是这種結構，123，對吧？然後其他的，英偉達的話不太一樣，英偉達的話是走出自己的結構，但是英偉達馬上了，8月26號，下周3要出財報，所以現在它是一個在等待的狀態，但是它日線上表達還是不錯的。好的，我們還有最後4分鐘的時間，大家可以再提問，我們還能再分析一個吧？再分析一個的話，基本上時間就差不多了。我們再瞅一眼這個標普，跟我們剛才說的是不是差不多？我們說這個3是強的，然後衝到了，現在是正好是衝到了200均了，对吧？我們剛才分析的時候還在這個位置，因為它的強势表達的時候，我就說這個3可以衝到200天，現在確實到200天了。那麼200天你就去測一下它的這個等比例在哪裡，在我們剛才說那個7699，也就是7700吧。7700的話，看到7700之後，因為它这個第3段的內部是一個123，就這段又是一個123，你要看1分鐘的結構才能夠分析到很好。但是衝到200均這個位置就不要追了。如果說你做日內短線的話，就看它給你一個4回撤，是要在這裡做中樞再上，還是說是一個12345？所以啊，圖形上的這個操作起來都差不多，你就看你能夠掌控哪個階段，哪個圖形，哪個週期，你是能做日內啊，還是做了這個大一點週期的，主要就看個人的一個時間上，對吧？你如果說沒有辦法做日內，你就把週期抬高一點，做這個1小時的，或者說做日線的。你就不要把那個你做不了短線的，然後看的圖形特別小，這樣的話就很容易這個錯配。我們可以在大家現在沒有人提問，我們可以隨便的看一下這些動能強一點的比特幣還是沒有出現新的情況。我們就利用最後2分鐘時間看一下這個標普吧，跟到看它有什麼變化。那麼最終的应该還是在等下周的這個貝森特的這個發布會，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這個信息披露出來，是不是要繼續回購國債啊？因為這個他這個周3的這個類似突然襲擊也好，或者怎樣也好，是攪動了整個市場，對吧？好的，還有不到10秒鐘，我們今天的這個直播就結束了。感謝大家的參與今天的試播。那麼我們從下周開始基本上就正常了，從每周一到周五，每周一和每周五我們做這個直播，然後周末的話是這個復盤。好的，那麼到了美東時間12點了，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感謝大家參與，我們下次再見。